很多朋友们的烤箱脾气不太好，而且都会给大家支个招，烘焙大师都会用到的方法，花个10几米买一个烤箱温度计。这个呢可以测量总的一个温度，还有靠近上火的一个温度，靠近下火的一个温度。好，然后我们设置上下火180度。好，两个烤箱呢都是一样的。A few minutes later， 现在呢时间到了好，那上面的一个温度呢差不多是185度多一点点，中间这个温度是180。好，那下面这样的一个温度呢也差不多接近于180度。那3个温度基本上比较平均，相差值呢不会太大，那说明这样的一个烤箱的温差还是很小的，而且非常均匀。那现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3个温度计的一个温度区别。最上面这个的话已经快要到达200度了，然后呢，中间这一个的话180度多一点点还好，那下面这个的话只有170，因为它现在还在去进行一个降温，所以说它们3个温度的话就是相差值会有一点点偏大，那因此呢，我们在烘烤的时候呢，要稍稍将它设置一下。那我们按照它的一个温差呢，调节一下它的一个温度。那我们用175度去进行烘烤，面火的话我们降20度155度。然后底火的话，它会有一点点温差，那我们给它先升一下，升个10度用一个185度。而我们这个烤箱的话，基本上它没什么温差，那我们就直接设置上下火175度预热就可以了。然后呢，时间35分钟，放中间层，然后时间同样35分钟。A few minutes later， 那你看我们调好的一个温度上色呢是非常漂亮的，摔一下，因为我们等会儿还要看底部。那我们倒扣去进行一个放凉。对，另外一个也好了，将它取出来。好，它的一个颜色呢也是非常漂亮的，摔一下倒扣。2 hours later， 2个小时过后了，我们将它脱模出来。这一个戚风呢是我们调整了温度的烤箱烤出来的底部这样的一个颜色，你看我们还加了温度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就是这种金黄色。也是属于一个金黄色。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们2个的一个回弹性。看这样的一个回弹性呢，表示都是非常成功的，并且呢，我们去对比一下它的一个颜色。这个的话就是调整过的，你看它的一个颜色，还加了10度，用的185底火，而这个的话是用的175，所以说我们要去进行一个调整它的一个温度。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个和我们之前没有去调过温度的一个表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已经烤黑烤糊了的。大家就会发现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调整温度的和一个没调整温度的。一个对比，给大家讲一讲烤箱温度计的一个工作原理。它是靠一个热胀冷缩，那它是直接接触到我们的这些面或者是空气进行一个升温。那当我们放在发热管上，它是一个升温比较快的，因为我们是直接接触的。所以说我们在烘烤的时候，为什么要给大家说30分钟才能去读它的一个数？这个就是一个原因。当烤箱温度计测量出烤箱温差以后呢，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差值来调节烤箱去进行一个烘烤。例如我们的一个面火高20度，那我们就直接将面火减20度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当把这样的一个温度直接去进行一个烘烤出来，好，得到的一个成品，根据成品的一个上色来进行一个调整。如果说颜色过深，那我们就直接减5度；如果颜色过浅，那我们直接加5度。那我们多烤个1到2次，基本上你就能够调整出你烤箱的一个温差啦。所以说大家都知道，烤蛋糕、面包除了做法以外，烘烤的温度也是非常重要的。这说不定你离成功的戚风就差一个它啦。